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大家知道，我现在还是处于休假中，只能够保证给会员朋友们每个周日做一个周末的一个复盘。那么其他的直播只能等待回去之后，只能等待这个休假结束之后。那么在休假期间，这个周末漫谈的话，我们就先略过那些，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的看图说话，先略过去。我们主要做这个，看一下这个大的宏观面，这个经济数据，因为马上7月15号又要开始这个财报季了，对吧？我们会分析一些这个要出财报的公司，或者说已经出财报的公司。那么还会跟踪一些这个热门的一些股票，或者说大家可以在频道下面留言，对吧？这样的话，那个把你们关心的股票，想在周末分析的，给我留言，这样的话我可以针对性的，分析一下你们关心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周，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啊，是一个短周末，因为这个独立日的原因，只有3天半，所以说时间比较短。那么下周的话，经济数据也不多，这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是在周三7月9号，那么周四的话是有一个就业相关的，因为上周出的这个非农数据非常好，显示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强劲，所以说现在7月份肯定是不能降息了，他们又有美联储又有主席又有这个理由不降息了。那么鲍威尔又可以很挺直腰板跟这个川普对着干了，对吧？虽然说川普现在对美联储主席的这个bully，或者说公开的在他自己的Truth Social 上面的那个咒骂越来越强烈，想让他辞职啊这那的都已经说出来了，但是美联储主席人家是律师出身，对吧？这个头很铁的，头很硬的。那么又有这个经济数据支持，所以说不论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还是说只看数据的话，他都没有理由降。所以说，不论你川普怎么施压，他现在都能坚持得住。那么市场也认这个，对吧？这是最主要的，不是说哦那个美联储主席也好，或者说美联储一意孤行，现在是有数据的呀。所以说，数据还是非常强劲的。那么7月份肯定是不能降了。那么9月份看现在那个压住9月份降息的这个概率也在降低。但是呢，川普又出了一招，要来一个这个 shadow，就是影子主席，对吧？来一个那个呃，因为美联储主席在明年的6月份他就那个到期了，但是呢，即使他的任期到了之后，他也不是说就那个退出这个美联储这个协会了，对吧？他还继续在里面担任理事呢，应该是。所以说，但是新的美联储主席只能是6月份之后才能上任。但是现在川普在要搞这个影子主席，呃，类似垂帘听政那个意思，我感觉。那么会在秋天中推出，他现在已经有2、3个的这个那个人选了，还没有最终公布。我们在看市场对于这个所谓的影子主席的一个反应，一个影响，会不会选出来这个影子主席之后，他的一些言论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波动，对吧？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合力，但是如果说某一个分裂的力量相对于其他分裂力量更大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多关注于这个分力。之前就是美联储主席，那么川普上台之后，肯定就要多关注川普的一些言论。那么现在又要出现这个影子主席，我们也要多关注，这是我们之后的事儿。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就主要分析一下这些这个标的。先看一下标普。那么标普的话，这是这个大周期月线上。那么在月线上这个大周期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月 K，因为这个7月份刚开始还在这个往上步步高升，慢慢的这个小步慢爬，对吧？月的这个顶分型还没有出现，
把这个画图软件，月的顶分还没有任何迹象，所以说想要出现月顶分的话，你起码这根 K 线收一个十字星，或者说收一个上影线很长的 K 线，然后下影线或者是 K 线实体特别大，然后往下走，对吧？现在没有这些任何的迹象，所以想要掉头的话，现在看不到任何信号。那么想要出现顶分型，也要再等1个月，8月份才可能出现顶分型。所以说，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很大的话，是月线这里面也配仓位的话，那么在月线上没有任何信号，你就继续持有你在月线上配有那些仓位就好了。这就是在月线上。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它的内部结构。虽然说在月线上没有顶分型，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够饱满呢？就是从3491到这个最高点看一下它的内部，也就是周线它的次级别。先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呢，它次级别3491这个我们是分析过，每次做周末复盘的时候都讲这个3491上来之后。这个结构虽然说因为川普的原因出现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下杀，从这个高点把这个价格标一下，6147就是之前那个小高点。好，6147杀到4835，跌了20%多呀。这个当时大家就说技术上已经进入熊市了，对吧？因为在技术上是的，跌20%就是进入了技术熊市。我们可以再测一下，21.6%，所以说非常的恐慌当时。然后再加上那个川普的表达是非常非常强硬的，又是要加多少多少，然后跟中国还在玩那个数字，对吧？你加多少，我给你翻倍，所以把市场搞得就是神经质的，非常恐慌。那么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好多群里面啊，还有好多这个那个论坛特别搞笑，都看到了4800，甚至看到3500去了，都看到这儿来了，对吧？那当时你想想，它从这个位置跌到这儿，看到4800，看到3500，也是在完全分类里面，它也是一种可能性。可以想象当时市场是有多恐慌了。但是在技术上，我们来看它这个图形，当时它虽然说跌了20%多，这个大幅的下杀并没有破坏整个从3491上涨的这个趋势上的这个整个结构。如果说看这个图形跟我们的这个模型相对比较的话，3491是进入多少支持，然后一个 A 中枢之后又形成了一个下档，形成了 B 中枢。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一个高点在4607，4607这个高点和这个低点4835并没有接触，说明这个是一个趋势上结构，一个趋势上结构。那么从4835，因为川普的一个转变，直接一个微转，甚至打了新高，这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一波确实是出乎了很多人的这个意料，尤其是对这些机构，小散户反而是buy deep， 对吧？有回落的话，小散户是加仓的，但是这些机构是不敢上的。很多机构可能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呢？可能从5600才往上补的仓位。所以说很多机构从4800上来，有一部分可能都是踏空的，甚至去做空的，这就是市场有意思的地方。那我们专注看一下4835到6284这段的一个内部结构，因为现在在周线上还没有出现周的这个顶分型，对吧？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只有3个半的交易日，涨了1.72%，涨了1.72%，甚至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跳空缺口。没有跳空缺口，这里，上周和大上周这个是没有跳空缺口的，这里是有一个跳空缺口的，这个跳空缺口是一个周线级别的跳空缺口，在5007附近，这个要注意了。如果说这个跳空缺口要被补上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从现在的价格到这个跳空缺口，8%多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周线的跳空缺口是比较少见的。在周线上这种大的周期很少有跳空缺口，一旦出现的话，它就长期来看是要被补掉的。周线上这种跳空缺口，所以说如果说周线上要补缺口的话，那这个回落是8%以上的这个回落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从4835上涨的这一笔，看它是不是要继续围绕中枢震荡把这个缺口补喽，对吧？继续震呗，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说力度非常强上去了，然后一个回落，回拉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测这个黄金分割，是不是0.618、0.5、0.382，对吧？如果说到了这些位置还回不来，那会形成一个周线的这个300，再来一个高点。那么以这种方式就结束整个的这个上涨，4835的上涨。那么它就是一个趋势上 A 中枢、B 中枢啊，然后带一个小300，带一个大300的一个 C 段，整个结束。这就跟我们模型上那个我们已经熟悉度非常高的那个缠论模型对应上了，对吧？那么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饱满的，以这种结构完成整个的从4835上涨也是可以的。至于什么促使它暴跌或者回调，那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在模型上，它现在结构已经趋于越来越饱满的状态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关注4835到这个6284。有一个口误，刚才我说的这个低点是在3491，我一直说4835了，因为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所以说是3491的这波上涨就可能结束了，因为它的结构已经相对很饱满了，对吧？现在已经两个这个中枢了，不出现 C 段也可以拐头的。我们在上周我们是学过这个禅师的这个文章，就是那个插图，它只要保证这两个中枢就可以了，它的进入段、离开段或者连接段都可以没有，都可以是跳空缺口，所以说直接掉头也没有问题。那么先看一下4835到6284的一个内部结构，方法都一样，就是找到了你要观察的那一段之后，就是利用区间套一点点的这个降低周期，也是禅师讲的一个比喻，就是你用这个显微镜，你把这个度数慢慢放大，这样的话度数越大，你看的就越清晰，对吧？那最清晰的肯定是1分钟，甚至是秒级别的这个运动，但是那个周期太小了，虽然说它也有波动，但是呢，这个波动不足以给你带来利润。为什么我要看1小时30分钟之上的周期呢？因为这个周期我可以做出利润来，利用这个中枢震荡的这个策略，对吧？如果说这个周期太小的话，你可能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这个已经上上下下好几波了，那你是没有办法做这种小周期的这个交易的。所以说一定要选好你能够观察的这个周期，你能够操作的这个周期，这样的话你才好分配你的仓位，对吧？就是说定好你的交易周期是你交易的第一步，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察什么周期是另外一回事儿，观察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交易你一定要定好你的交易周期。那么在日线上，我们要看这个，因为所有的从4835到这个最高点6284，在周线上只是一笔，那么在日线上它的结构，一个进入段，两次回荡，然后一个离开，对吧？这就是小 A、大 A、小 B，现在在走这个大 A 中枢的小 B 段，对吧？就是离开段。我在上周给大家做这个，我忘了是做直播的时候还是在做这个周末复盘的时候说，在走离开段的时候，你即使这个，因为它属于单边段，进入段和离开段都属于单边段，你如果说没有那个技术，没有那个方法，心态又不好的话，单边段你宁可不操作，都比你瞎操作好，因为你一旦操作错了，你就很有可能踏空了。卖早了，或者说空早了，你要想做空的话，就空早了，就很容易这个出现操作失误。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做这个，或者说做这个中枢震荡的时候，筹码是买的回来的，你卖完了之后是有机会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又可以卖，卖完了又可以买，对吧？它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你是可以做中枢差价操作的，你是能买的回来的。但是在做单边段的时候，你一旦操作级别太小，或者说你没有及时的买回来，你就很容易踏空。一旦踏空之后，它继续往上涨，像周五的这个，周三的这个又涨了0.83%，而且是一个小的跳空缺口。我们看这个裸 K，周三和周二这两个 K 线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上涨，这种你是很容易，如果说你卖早的话，你是会追回来的。那样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甚至是会，如果说操作不当的话，可能还会引起一些损失，那就没有必要了，对吧？那么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小 C 段，从5943到这个6284，小 C 段这个小 B 段啊，这个小 B 段的内部结构，就看它离开这个 大 A 中枢这个力度。如果说力度不够强，它的逃逸速不够强，就会被拉回来，或者说拉回来的力度不够强，那就也可以形成三埋，也可以继续往上走，那就是 B 段的一个延续，然后在上面做出来一个大 B、大 A、大 B，然后再给一个离开，做一个小 C 段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啊，它从这个4835到现在这个6824，就是可以结束，这就是一个盘整上的一个结构，可以结束，也可以继续向上生长出来一个大 B 段，以一个趋势上结束，也可以，都可以。但是怎么选的话，那就是主要盯着就是这段离开段，它的力度一定不能太弱，太弱的话就会被拉回来继续中枢震荡，甚至是把这个震出9段也可以。如果说它震出9段的话，那么前面就变成进入段了，这个中枢就升级了，这个中枢就升级了，升级之后可以继续往上走。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这就是一个盘整上结束，然后走反向，是一个5浪啊、3浪啊，还是一个带一个中枢的，还是带2个中枢的都可以，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它之后的几种情况。一个走势类型结束之后，它会演变成另外一种走势类型，它可以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个3笔，我们画一下，一个走势类型结束了，最简单的演变就是一个3笔的一个回落，这样的话在大周期上，这就是一笔的周线上一笔上，然后周线上一笔下，这就可以结束了，它可以继续涨，它可以继续生长，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非同级别分解。我们用的这个分析方法呀，主要有2种，一种是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中枢为中心，这是中枢，以中枢为中心，这就分析方法叫同级别分解。如果说你分析的时候是参照着上一个级别的一个周期，本周期的一个结构变化，跟上一个周期引起上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化，那么你利用的是非同级别分解。非同级别分解的好处就是这个中枢啊，它是不进行延伸的，它是不进行延伸分析的，它就断开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分析起来更简单、更清晰。我在做这个实际操作的时候，更倾向于用这个非同级别分解，因为它让你的操作更简单，你就很容易断开，很容易分段。我一旦从这个位置断开之后，我就主要观察它的右侧的这个交易，左侧的我可以不看了，主要关注右侧它怎么演变，是一个3段生长，还是一个5段生长，还是说生长回来之后回来做中枢，然后继续下。至于是3还是5，这个我跟大家已经说过多次了，对吧？我们可以这里再重复一下，因为有一些新的朋友，就是这个3的位置很关键。如果3出现背驰的话，就是打掉前面这个小低点出现背驰，那么就很容易弹回来，甚至是继续往上走出高点。如果说3的力度非常强，而且还不背驰，也就是说3跟1比较不背驰的话，那就容易出现4和5，你就要更耐心的等待5的结束。5的结束，那就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里是可以是回来做中枢，甚至走反向，对吧？至于怎么选，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应对，就是 react，不是去预测 predict，这是有明显区别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啊，你等市场反应过来，等市场反应以后，你再去反应，不晚的。这个很多人着急，老想那个抢跑，那这个其实是不好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顶底分型都没有出现，现在连日线上的顶分型都没有出现，你着什么急做空呢？对不对？或者说你有什么可恐慌呢？日线的顶分型出现了，你再跑都来得及呀。如果说你是追涨的，那可能是会被套一些。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你想进阶，或者说你想操作好的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这个剔除掉的
坏毛病就是追涨杀跌。你一旦把追涨杀跌这个毛病改掉的话，那你的这个呃速度，就是你成长的速度会很快。然后你一旦那个不去追涨杀跌，那么你整个的心态也会变得很好。可以自己试一下，对吧？按照结构来，有信号就做，没有信号就等，或者说耐心的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计划你的操作，什么位置进出来了我就果断的进场，然后设好止损，到了位置我就出来，设好你能够承受的损失，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以我一个交易10多年经验的一个炒股人来说，设定好你的止损的目标非常的这个关键。很多人喜欢扛单子，就是出现损失了，哎，我扛着硬扛着，不愿意这个承担自己的错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是非常坏的一个毛病。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去做止损。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其实是很少谈及止损的，或者说以他的这个原话是止蚀，止损止蚀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他比较少的说及这个止蚀呢？因为他的这套理论呢，不单单是一个技术分析的这么一套系统，它是3个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如果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没有出现变化的时候，只是技术面出现了回落，或者说出现了这个新低，比如说它出现了这个低点，再次打掉这个5943，它是不会去止损的，它是会利用这个中枢震荡降低成本继续加仓的，对吧？只要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没有出现变化，就是大的变化，那么是不用去止损的。这是先决条件，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先决条件，是你这在做的这家公司不能出现大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减肥药，如果说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什么政策，说政府不允许这个减肥药上市了，或者不允许这个大家使用减肥药，那么整个减肥药的基本面全部的这个崩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够操作，你就不用看它的基本面了，不用看它的技术面了，因为它的基本面已经告诉你这个股票你是不能操作的。所以说，你操作一只股票的前提是它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在，比如说3到6个月之内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你即使是说买的进去套了，我也能拿得住，哎，这才可以去分析它的技术面，一定是3个维度叠加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其实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操作的不够熟练的话，比如说你想买这个回落，但是呢，可能一次买不准，那就分3次买。出现底分型了买一次，再出现底分型了再买一次，第3次还要出现底分型的时候，因为前面2个都变成了中继底分型，那么利用3次分批进、分批加仓的方法，那么一旦涨上来，那么你3次买的全解套了，对吧？如果说出现3次底分型之后还往下出现4和5个底分型，那么说明你的这个双触发的判断有问题，还不够熟练。因为我们进场是用双触发的，不单单是要有底分型的，还要看它的这个回落的这内部这段，它的内部结构一定要出现饱满，或者说出现背驰，起码3段背驰，你才可以结合双触发，你这个位置可以配置仓位进场。如果说单单用顶底分型的话，这个相对粗糙一些，就是说你出现底分型，你进场了，它要如果说被打掉的话，那你就很容易，要么就是止损，要么就是分批加仓，所以说它相对粗糙一些。更精细的是利用它这个下跌的这段，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这种3段背驰，甚至是5段背驰，还是说带中枢的，还是带2个中枢的，对吧？这是我们一直说的双触发。双触发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精度提高，你更容易买在真正的大拐点上。你如果说仅仅用顶底分型的话，你可能只是买的一个中继的一个底分型，一个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这就是精细度的问题了。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这个慢慢去操作，慢慢去在市场中提炼的，就是让你的精度提高。但是这个节奏是不能错的，我一直唠叨这些东西。节奏也就是说，什么叫节奏呢？就是该买的时候你不能去卖，该卖的时候你不能去买，这个节奏大的节奏是不能错的。你可能买的精度有问题，
你可能买在了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4900，你不能够买在4835.04，你买在了4900，你甚至买到了5200、5400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说出现这些位置都去做空的话，那肯定就是方向节奏就错了嘛，对吧？因为这些位置都是买嘛，这些有回落的时候都应该是去做多的，而不是去做空的。所以说这个买卖的节奏这是不能错的。那么这个进场的精确度可以慢慢提高。好的，说了这么多，那么现在这个在日线上这个小的结构现在是在走小 A 段，大 A 再走小 B，又是在走小 B。那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这个的小 B 段，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因为它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上，我们需要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结构，现在我们把这个修正一下，从5943到这个最高点，还是只有3段，只有3段。虽然说这个3这里是出现过几次回落的，对吧？我就说过，这个出现顶分型不代表我们看一下裸 K，出现顶分型不是说要100%要回落，这里有顶分型，顶分型，对吧？都是变成了中继顶分型。如果说你尝试做空的话，你就需要止损了，因为它的整个大趋势都是在缓慢爬升状态的时候，你去做空，你这个时候是需要带止损的。你如果说不止损硬扛的话，那么你上面就不知道多高了。所以说这种你要尝试做空它，可以尝试做空没有问题。你觉得恐高了，因为它现在都已经是历史新高了，你恐高了，你想尝试对冲，你想尝试做空没有问题呀。你只要带着止损，你只要这个顶分型出现之后，把它这个止损就放在上面一点点，只要突破它了，你就出来，你就止损，可以这样尝试的，这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的交易摩擦，对吧？这就是所谓的交易摩擦了，因为你在尝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交易摩擦，这个损失是需要承受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测一下这3段的一个空间，目测的话，这个3是更长的。我们用这个扩展器看一下，哎，刚好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6245。那么上周三，从周二开始，7月3号，应该是周四的那个半天。上周四那个半天呢，刚好一个跳空缺口，看到没有？这有个周四有个跳空缺口，上周四这个跳空缺口刚好跳在了等比例之上，这是非常牛的。这就是技术上它就知道这个关键位置，所以说直接跳空在上面，直接一个跳空在这个6245之上。那么现在这个3是没有背驰了，对吧？因为3这空间大呀，所以说3现在没有背驰。但是呢，传统理论说有效站上某一个位置，说的是3根 K 线，比如说如果说小时线的话，就是3个小时线。现在确实是有3个小时线在这个6245之上，这是传统理论是这么说的。他说，哎，我现在是有效站上了6245了。但是缠论不是这么说，缠论怎么说呢？缠论是次级别，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它的次级别突破了某一个位置，还需要一个次级别的回落测试确认，才能说我是在某一个价格之上，就是有效站上，或者说没有有效站上。现在只有向上的一个测试，还没有向下的测试呢。所以现在不能说用缠论理论来说，我不能说我有效站上了这个6245。那么下周一开盘直接一个跳空低开，直接开在6245之下也可以呀。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倒形反转，直接就往下走，从这个6245之下直接往下回落，回落一笔也可以的。所以说这就是缠论更精细，传统理论能不能够用来操作呢？可以用来操作的，什么趋势线啦，什么箱体啦，什么波浪了，震荡这个波浪理论了，这都是传统理论嘛，都可以用来操作的。但是它相对是比较模糊的，它没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办法。缠论就是一个更精确的这么一套系统，这么一套理论。
对吧？你操作起来你是有明确的这个观察方法的，不是模糊的说啊，大概率说，哎呀，可能是要能上去吧，或者可能能下去。在我们缠论里面，不需要那么多可能，顶底分型成不成立，出不出现，一眼的事儿，我们有定义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猜。那么现在就等待它的这个回落测试。如果说继续往上延伸，那就是还是没有出现测试，那么就是三的一个延续，123的3延续，看它什么时候出现一个4的回落，4的回落又在6245之上，那么说明有效站上这个等比例的位置了，不被迟了，它还可以有5，5完了回落还可以有7，对吧？就是这样一点点生长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它之后是以一种什么情况出现，我只能是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怎么应对就好了。就是不要去预测，预测思维。其实很多人为什么想预测呢？其实就是懒嘛，或者说预测是所谓的预测就是这个瞎叭叭、忽悠，对吧？猜，这是谁都能做的事儿。你稍微在市场里面摸爬滚打几年之后，你都能猜。现在强，我涨到7000，我涨到8000，都能猜。谁不能猜啊？随便说个数呗，只要比现在的价格强那个大这个高都可以，对吧？你随便说个整数，7000、8000、9000都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数字是需要时间长期检验的。我今天说了7000，我明天可以改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帮分析师，这帮那个股票分析师也好，大盘分析师，这帮人为什么不去市场里面自己去做去呢，而去做分析师呢？因为预测无意义呀。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预测，我们只需要等待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应对就好了。那么现在市场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等待的情况。好的，那么就是针对这个指数的话，我们就讲那么多。那我们来大概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个股，比如比特币啦、黄金啦，还有一些这个活跃度比较高的个股，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话，希望能够更针对的大家交易更多的个股来说一下。先看一下这个苹果，苹果的一个图形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一直分析过一段这个苹果，但是呢，没有继续跟它。之前有朋友在做直播的时候是问过的，就是他在做这个箱体，尤其是前3段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一直说这里是有一个箱体的，有一个中枢的，那么它可以是以169这个位置作为这个起涨点，也就是 A0 点。这个作为 A0起点的话，可以是进入段，然后荡出来一个中枢，然后可以在这里打离开，对吧？以这种方式构成一个周线上的一笔上涨。当时在这2个位置，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有朋友问，这是我当时给出来的一个分析。那么他最后选择的是在这里震，哎，这是一个震出来这个中枢，做出一个延伸。那么从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出现了一个新高，214.65这个价格是它在震荡区间的一个高点，然后这个结构相对饱满了，进入段震荡离开，这个结构可以结束的，它完全可以掉头向上向下，而且这一笔啊，现在它这个区间震荡已经形成了周线上的一笔，我们看一下周线，这就是这个苹果的周线。苹果在周线上，这个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周线一笔反弹了。那么周线一笔反弹，我们之前说过一个价格，sorry， 219.38，对吧？从最高点260下来之后，这是一个1、2、3，它这个3走的是比较强的，然后出现一个4的反弹。这个4的反弹其实相对是偏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这里磨了很长时间，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现在打了一个高点，现在4有希望结束了，就是周线的4浪反弹结束了，有希望结束。1、2、3、4，这个4有希望结束。4结束之后就看这个5是出现一个新低，还是只是一个不出现新低。那么这个回落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周的2买，出现低点之后，我们再看是不是有背驰，也就是这个第3段跟第5段做比较。如果说第5段出现新低了，第5段比第3段弱，那么就是5背驰了，那么就是一个1、2、3、4、5。就周线上出现一个1、2、3、4、5，可以走反向，甚至继续微转也可以，对吧？如果说1、2、3、4、5这个第5段没有出现低点，那就会出现一个周的2买，
你在这个位置可以继续买嘛，对吧？那么就看它这个1、2、3之后，如果说3要背驰的话，或者说等比例的话，它也可以是掉头往下走。如果说不背驰的话，也就是说这个3跟1不背驰，它可以出现4和5，然后回来继续做中枢，可以继续这样生长，也可以的。所以说现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4，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4啊，这个周线的4的反弹，从169到214，这个如果说结束的话，你要知道它后面的一个演变。那么这个结束，关键在于这个日线上这一笔，从这个低点195这个位置到214这个空间，它如果结束的话，它上不去的话，它的力度不够强的话，那就先回来，甚至直接杀破，然后掉头往下走。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意识到它要从214要断开了，就这段要结束了，对吧？你不要觉得，哎呦，这个可能那个是不是可以这个弹回来，或者说你也可以在这里把这个中轨给加上。所以说，它如果说先突破了先下跌跌破了中轨，那你就要小心了，可能这个杀的会比较深，那你就不要着急加，再看它这个支撑的力度。如果说能够在中轨之上，因为中轨嘛是我们来衡量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力度的。我们之前有一课叫中枢震荡观察器，就是每一次震荡在中枢的这个中轨的什么位置，在中轨之上是这个多头强，在中轨之下是空头强，所以说这个中轨是用来我们衡量多空力度强弱的一个一个震荡器。那么如果说回来这个力度很深的话，你要小心点，就不要说盲目加，它可以结束的走反向。这就是针对这个苹果我们做一个提醒，然后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在周三7月2号这天涨了3%，涨得比较猛。当时应该也是有什么消息刺激吧。那么我们之前是看过一根趋势线的，前面这里2个顶是有跟2个高点连线，我们有一根趋势线，对吧？这是我们之前画过有一根趋势线。虽然说在7月3号这一天是在这个趋势线之上，它这个最高点在多少？110590。7月3号这一天最高点在110590，但是呢，在7月4号又被砸回来了。因为这个虽然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这个假期，但是比特币是不受影响的，它是可以继续交易的。它跌了1.46%，对吧？现在是在这个趋势线之下，在这儿趴在趋势线这里，并没有明显的往下冲。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在这里，它的小周期这里的它，我们把这个画图软件，这里它是有一个中枢的。从这个98225上涨的话，它的这个里面是有一个中枢的，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在这里震一震，然后能够快速往上拉，一定要快速突破这个位置。最坏的当然是这是一个震荡，然后再下来，然后再上去也可以，对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在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我之前也提醒过，这个位置你已经不要盲目的赌它肯定要突破这个趋势线往上走，对吧？但是上不去的话，它更可能回来，然后再弹，再往上走，就蓄力嘛。就是说它这里可以是一个收缩形态，它可以慢慢的在这里震，然后上去。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正好在趋势线这个位置，你就不要盲目加仓了。但是因为我一直建议大家做比特币的话，就是做它的这个 ETF，不要做它的这个期权，做它的这个合约，因为合约的话它是带杠杆的，太难操作了，你操作不好很容易爆仓。看好比特币，看好虚拟币，你就买它的 ETF，长期拿着就好了。这是比特币，简单说一下，然后看一下黄金。黄金的话，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俄乌战争啊，这个伊朗和这个以色列的战争，就这段让黄金冲了一下。但是我们之前已分析过黄金，这个3500啊，这个高度是一个4中枢上涨，从这个起涨点1800
一中枢、二中枢、三中枢、四中枢上涨。我当时已经说过，它顶不天的再突破一下3500，但是它就连3500都没有突破。看这个，就这段上涨，当时是伊朗跟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互怼也好，这个互相那个发射导弹，并没有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对吧？说明这个市场已经出现一个疲惫状态了。你不要这个幻想着世界末日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开始了，因为已经四中枢图形上告诉我们，它这个力度已经开始衰竭了。所以这个位置上不去的话，更可能什么样？怎样呢？更可能是这样，再上去上不来，再下这样，以这种方式做一个回调，那么这个结构就会构成周线上的一笔大的回落。其实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周线上出现一个大的回落，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加仓的位置。我们看一眼周线，因为周线上从1800这个上涨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回落，它还是一个4的回落，4的回落一直没出现，也就是其实是从1614这个是12344，这个4的回落一直没出现。如果说在日线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如果说真的出现一个相对深一点的调整，那么这个就是构成周线上的一个4浪回撤，所以这个位置是更好的一个加仓的位置，或者说你想进场也可以。那么现在200天是在3000附近，120天3100附近，对吧？3000附近如果说能够回到3000附近的话，是一个非常好加仓或者进场做多黄金的位置。好的，那么这是黄金。那我们再看一下，扫一下英伟达现在是什么情况？英伟达的话也是慢慢的往上爬，它的现在的高点160.98。我把这个 K 线给它更新一下。那么周线上看一眼周线，这都是日线的结构，日线。那么现在周线上是从这个10.81来的，10.81这个位置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就是这个起涨这一波的起涨点。10.81之后一个三浪3笔，然后2次回落构成中枢，这个回落也是非常深的。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回落，从153跌到86，这个是86，回落了43.37%，非常恐怖啊，对吧？针对英伟达这么大一个盘子，跌了43.37%，确实是比较恐怖。你能不能够扛得住，对吧？你对英伟达这个股票、这个公司有没有信心？能不能够在这段时间加仓做 T，而不是去割肉，对吧？43%的一个回落哟，这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如果说你一直跟着这只股票的话，一直在操作它的话，所以这就是给到一个更加印证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禅师那个维度，3维度，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那个最后才是技术面。虽然说这个因为 DeepSeek 的一个横空出世吧，让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估值受到了一些质疑，因为可能大家觉得，哎，你这个不需要这个我的这个 GPU 或者说我的数据中心不需要那么多的算力了，我用很小的算力，只要我的算法够好，也能够实现我的目标，对吧？这是当时对 DeepSeek 还有这些数据中心的一个质疑嘛，说他们过热。但数据这个事实证明什么呢？事实证明了，虽然说 DeepSeek 这个出来之后，其实数据中心的投资并没有明显减弱，那么反而会刺激这个很多数据中心出来，去增加投资，因为你可能算法更好了，可能需要更多算力了。所以说这就是挺有意思的这段回落，但是这个回落确实是非常大，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仓或者说你打短差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这就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这种40%几的一个回落，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持仓的。你如果说买的很少的话，就无所谓了，对吧？你买个几万块钱的或几千块钱，对你来的考验是比较小的。如果说你仓位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做这个差价操作，没有成本做的很低，你很难拿得住的。
一个40%几的一个回落，所以这就是对一个，其实这就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市场中的考验，其实很多时候，往往来的比我们在现实中更多，这就是你需要每个人去修炼的。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86到160这个上涨了，其实跟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的，是在做继续中枢震荡，还是说能够打出去，然后一个回落不回来，形成一个300，再打一个高点，继续往上走，然后再做一个大中枢，这就是一个大 A、大 B，然后结束整个的上涨，对吧？就看它这段怎么涨，这段的力度一定要强。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那它的这个从86.62到现在的这个160.98，可以是一个123，也可以是一个12345。为什么两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它破坏了这个结构。4月9号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美联储这个川普发推文说，跟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先暂停关税，贸易战90天，暂停关税暂停贸易战90天，对吧？这就是4月9号那天。但是呢，并不会这个给我们分析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不论是3还是5，我们都要关注它的延续性，就是这个5的延续性或者3的延续性。也就是说，从129上涨的这一波，那么129上涨的一波，现在是1笔，在日线上只有1笔，但是呢，它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1小时上是有一个中枢，1小时上这个中枢我们之前分析过，它是一个9段中枢，所以它是一个升级的。那么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它的1小时上出现9段升级之后，它的2次回荡还是一个300。下面这个中枢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这个中枢是超过9的，或者说是9段，那么是升级的。那么这里是出现2次回荡还是300？这里出现2次回落，还是针对它的一个300呢？你还可以做多呢，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它这个回落，比较这个回落不够比，这个回落不够比，所以你要递归的话，这里是可以有一次回落的，当成一个300的，这个位置是，可以用递归的模式当成一个300，你只能是现在是这么分析。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你当下在观察它的话，所以说这种回落你是应该继续做多的，因为它针对下面这个升级之后的中枢还是300，对吧？那么现在后期怎么演变呢？就是看它是不是要把这个小中枢给变大，跟它的级别相同。那这样的话就是大 A 大 B，然后结束整个的日线上那一笔上涨，看它是不是这种情况，还是说出现了一个300之后直接走反向，也可以。关键的就是，首先关键的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回落段，然后这个反弹段。如果回落的比较深，首先回落的很深，然后反弹的很弱，那就是明显的一个二脉了。这个二脉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硬，对吧？如果说出现下跌很深、反弹很弱的时候，你这个二脉要去应对它，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是不是一个很深的一个3的回落，所以这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它怎么来判断深浅呢？简单的办法就是这个黄金分割，你用黄金分割一扯，它如果说回落到0.382了，那就是下跌的很深了，那么给你一个很弱的回落，直接就走反向。什么叫很浅的回落呢？就是比如说它回落到0.618，回落到0.5，这都是相对浅的，那完全可以直接再打高点，对吧？深浅我们就主要用这个黄金分割或者叫斐波那契这个工具来辅助判断。好的，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近这个稳定币 Circle， 稳定币的发行商，第2大发行商 Circle。这个之前在频道里面有一位朋友问过这个，但是我说，因为我在休假中没有办法在平时直播中去分析它，我只能在这个会员专享里面分析一下，因为它毕竟现在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中美2个国家在做国家层面的一个竞争，在稳定币方面在做这个竞争啊。现在很多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都在有很多跟比特币相关的法案也好，还有很多政策在往外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大层面的一个竞争。那么相应的受益的股票，当然最大的稳定币发行商是 Tether，但是它没有上市。那么 Circle 是第二大发行商，它是上市的。那么上市之后这波上涨也是非常牛的，对吧？从64，这是它的 IPO 价格是31，那么从64是上市之后的低点，一直涨到298.99，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这个回落也是我们之前测过两种回落，一是从64测，64的这个回落呀，刚好是踩到了0.5，刚好是踩到0.5，现在也出现了日顶分型了，要注意了，现在是出现了日线底分型了，这里有两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包含关系处理之后，跟第三根 K 线一比较，底分型出现，日线底分型出现了，现在是不是这个调整就结束了呢？可以走反向了，对不对？甚至继续打高点也可以。那这样的话，这里就是一个二买，前面是一买，这是我们之前用这个64来测这个回落。还有一个方法测回落，就是你用31来测。就一般刚上市的股票，你是可以这样测的。你把这个31调整一下，这个64调整成31，就是它的起涨点。因为这个 IPO 价格是那个你申购之后的那帮人的他们的成本价。那么这个回落也是在0.5，它这个回落也是在0.5。看一下这个，重新弄一下，我们把这个调整到31。哦，那还没到0.5。那个如果说以64来分析的话，它基本上在0.5甚至0.5以下一点点。那么如果说以31来测这个回撤的话，还没到0.5呢，0.5是165，它这个还没到0.5，就是说还是很浅的回落。我刚才说了，我们怎么来测深浅呢？就是黄金分割0.5以上，或者说不要跌破0.618，到0.618就已经很深了。那甚至跌破它，基本上就是要去跌破这个64了，就直接到位了，对吧？所以说最好不要，有的一般会在0.5和0.618之间会测一下这个位置得到支撑，然后弹一下。这是我们用这个黄金分割来辅助。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双触发，现在这个底分型是有了，回落也是0.5的位置，那我还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有没有结构，是不是有背驰啊？是不是有这个5段背驰，还是3段背驰，还是一个中枢背驰，还是带2个中枢的，对吧？这是我们的双触发，看一下1小时。那么1小时的结构，我们大概说一下，它的结构也是慢慢出现了更多的 K 线。我把它这个结构给它补一下，它出现了更多的 K 线。哎，这就是它的1小时的结构。那么在1小时上，我们说一下，这是298.99，1、2、3、4、5，看到没有？这个5刚好没有出现新低。这个是7月2号周三的这个回落，刚好没有出现新低。二买，这是我们刚才分析好多股票里面说的那个模型，可以出现低点，那就是一个1、2、3、4、5。不出现低点，就是二买，对吧？因为二买就是一个一买的一个，因为拿一买做这个参照物，不跌破一买就是二买，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说二买一般这个相对的，做二买或者二卖的话，相对稳妥一点，因为你是有一个清晰的止损位的。你在这个位置买进去了，你是有一个清晰的止损，也就是说跌破171.5就先出来，你就做止损嘛，拿171来做这个参照物，跌破它我先出来。但是有人可能会说，已经是第五段了，你怎么要出来呢？因为是不是要结束了呢？这不是一二三四五吗？波浪里面是五浪吗？对吧？不是尾浪吗？为什么要出来呢？因为你这个波浪里面说是五浪，但是在我们缠论里面，它可以出现五，可以是不背驰的。我们见过很多的这个第五浪或第五笔是跟3比较不背驰，然后出现一个6和7的，所以你是不知道是出现一个
非常强势下跌的五，还是出现一个缓慢背驰的五，这个是预测了，这就牵扯到预测它是强的还是弱的，这是不是我们要的？所以说要以171.5作为你的这个止损点，或者说171.5下面一点点，171了170了，就不能够离这个171.5太远，这是你的止损位，需要认错出场的，因为你进场的依据就是这个这里要有123笔的123段的，对吧？是不能够跌破171.5的。如果说跌破了171.5，你的进场依据没了，你的进场依据错了，依据错了，你就要应对，你就要止损，这就是我们说的，出现了什么情况你就及时应对就好了。我不去预测它后面是一个快速杀下来，还是只是一个缓慢背驰。你跌破它出现了真正的背驰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一个12345的时候，我再买回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这个这是正常的交易磨损，你是需要承受的。很多人连这一点磨损都不愿意承受，都不愿意接受，那么真正有可能是这种，那你就硬扛了，你就只能是关关手机、关电脑吃面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是有办法，我这个位置止损了，然后它开始慢慢往回走的，我是有资金再买回来的。那真正出现这种时候，你是束手无策的，你是没有资金的，你没有空闲资金了，它完全是可以走反向，直接上去再次突破298.99，你这个时候只能是干瞪点，对不对？所以说呀，应对而不是去预测。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啰啰嗦嗦说了很多，我们今天的这个复盘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下周再见。